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大家吃饭都图个色香味。可您知道吗？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偏偏有些老祖宗传下来的美味，它不讲道理，它不仅不香，还奇臭无比。提起最臭的食物，现在最火的莫过于广西的螺蛳粉了。那股酸臭味，爱的人一天不吃就想，恨的人说是厕所爆炸的味道。但是在那张中国臭味地图上，螺蛳粉充其量就是个入门级的弟弟。在咱们今天要讲的中国8大最臭食物里，螺蛳粉只能乖乖地排在倒数第一。这就好比是练武功，螺蛳粉只是刚学会了扎马步，而排在前面的那几位，那是真正的武林高手。这几种食物，那是只有本地人才懂的顶级美味，外地人别说吃了，光是闻一下，胃里就翻江倒海。尤其是排在第一名的那位终极霸主，那才叫真正的生化武器。据说只要那口老坛子一开封，那股酸爽腐烂的气浪能穿透墙壁，整栋楼的邻居闻到了都得捂着鼻子跑下楼。螺蛳粉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不管你是走南闯北的老江湖，还是爱吃爱喝的美食家，今天这期视频绝对是挑战你嗅觉极限的一道坎。你要是正在吃饭，建议你先放下筷子；要是刚吃饱，建议你手边备个塑料袋防土。咱们这就出发去揭开这8个臭名远扬食物的神秘面纱，看看中国人为了那一口臭到底有多敢拼。第8名，广西柳州螺蛳粉。在中国美食江湖里，能做到让全国人民先嫌弃再沉迷，最后离不开的螺蛳粉绝对算一个狠角色。几年前它还是很多人口中的黑暗料理，如今却已经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袭。从广西柳州的一碗街头小粉，一路冲进全国商场便利店，预包装螺蛳粉卖到成千上万家，甚至成了海外留学生行李箱里的硬通货。不少外国人一边捂鼻子，一边争相上头。但在真正爱上它之前，几乎每个人都逃不过同一个阶段，被它的味道正面袭击。中国广西柳州螺蛳粉在这几年算得上是中国美食界的网红了。在中国南方的城市，不管你吃没吃过螺蛳粉，只要你住过集体宿舍，或者在写字楼办公室里待过，你大概率都曾被那股霸道的气味支配过。哪怕隔着好几间屋子，那股类似下水道反味的气息也能精准地钻进你的鼻孔。很多第一次接触它的人反应几乎一模一样的生理性抗拒，脑子里只剩下一个疑问：是谁在主使这股让人又怕又恨却最终上头的酸臭味？很多人以为是螺蛳本身臭，其实螺蛳挺冤枉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碗里那几根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酸笋。在广西柳州，酸笋就是这碗粉的灵魂，没有酸笋的螺蛳粉就像没有辣椒的重庆火锅。当地人趁着大头甜笋最嫩的时候砍下来，把大块的笋切成笋丝，也不加什么花里胡哨的佐料，就是直接倒进老坛子里，灌上山泉水，然后密封起来。在那个漆黑缺氧的环境里，竹笋开始慢慢发酵，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炼骨。竹笋里的蛋白质和糖分被微生物分解，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硫化物气体。这种气体的成分和臭鸡蛋，甚至是和粪便里的某种气味分子是高度相似的。正是这一股子馊劲儿，成了螺蛳粉的灵魂。这种味道虽然闻着冲，但只要你忍住呼吸，加一筷子螺蛳粉放进嘴里，那种令人作呕的臭气瞬间就消失了。因为经过发酵，竹笋里那些粗糙的纤维变得脆嫩无比，咬在嘴里只会觉得脆爽，同时一股极具侵略性的酸爽在舌尖炸开，瞬间就把你的唾液腺给打通了。这时候你再喝一口汤，你就会发现这汤里居然藏着一种厚重的鲜味。很多人吃完一碗粉，把碗底都扒拉遍了，也没找着一颗螺丝，就觉得自己被骗了。其实在柳州，正宗的螺蛳粉里确实是看不见螺丝的，因为鲜美螺丝肉的精华早就已经煮进汤里。螺丝汤要用几百斤的石螺先倒进大锅里爆炒，加上猪头骨、八角、肉桂、丁香、辣椒等几十种香料，一起熬上好几个小时。螺丝的鲜，猪骨的浓，香料的烈，在长时间的滚煮中融合在一起，这就叫螺丝肉一化，鲜味流汤中。所以当你端起这碗红彤彤飘着厚厚一层辣椒油的粉时，你闻到的是酸笋的酸臭，但吃到嘴里的却是螺丝汤的鲜辣和广西米粉的顺滑筋道，再加上还有各种好吃的配菜，比如和酸笋一样带劲的酸豆角、木耳丝，还有软糯的炸鸭脚、浸满红油的炸蛋、香脆的炸花生，更别说还有螺丝汤卤过的肥肠、猪肺等等肉菜。这种嗅觉地狱、味觉天堂的巨大反差，就是螺蛳粉让人上瘾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在柳州的古布街，一到夜里，下了夜班的工人们一身臭汗，又累又饿，
这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精致的茶点，而是一碗能瞬间唤醒感官的重口味宵夜。酸辣鲜烫的一碗螺蛳粉下肚，鼻涕眼泪一把流，身上的毛孔全打开了，一天的疲惫也就跟着汗水排出去了。这就是那个年代工人们最廉价也最痛快的续命神器。螺蛳粉现在也成了柳州的名片，拥有100亿市场。不过虽然螺蛳粉现在很火，但在咱们这个残酷的臭味榜单上，它只能算是入门级的弟弟。而接下这位第7名，它的臭味可就没这么简单了，那是一种从里到外都透着的腐烂气息的臭。第7名，湖南长沙臭豆腐。相信无论是中国的哪个城市，在你们当地的网红夜市街里的小吃美食中，必定有湖南长沙臭豆腐的一席之地。有人说臭豆腐比螺蛳粉还臭，它不仅有螺蛳粉的酸臭，还有一股陈年的腐烂味。臭豆腐还是黑色的，这让很多人担心是不是在什么脏水里泡过。确实，江湖上关于臭豆腐的传言可不少，有人说它是用粪水泡的，还有人说是加了什么化学黑科技。但其实让白豆腐变黑的秘密，全在那一缸看着让人发毛的黑卤水里。这卤水可不是脏水，在正宗的100年老店里，那卤水比黄金还贵。它是用新鲜的冬笋、豆豉、香菇，加上白酒，封在坛子里，让它们在黑暗中静静发酵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锅浓缩了无数植物精华的营养液。臭豆腐那些看似恶心的黑色，其实是豆子里的植物蛋白和卤水发酵后产生的自然反应，就像魔术一样，把白嫩的豆腐染成了深邃的墨玉色。这块豆腐在卤水里吸饱了汤汁，变得恶臭扑鼻。这时候就得靠油和火来给它做一场法事。老师傅手里的长筷子一夹，把黑豆腐扔进滚烫的油锅里，只听滋啦一声，油花四溅，高温瞬间锁住了豆腐里的水分。臭味分子在热油的激发下，发生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原本刺鼻的硫化物气味挥发了，留下的却是独特的焦香和豆香。炸好的臭豆腐外壳酥脆的像一层薄纸，里面却嫩的像刚蒸出来的鸡蛋羹。但这还没完，长沙人吃臭豆腐讲究一个破字，老板会熟练的用筷子在豆腐中间噗呲戳一个洞，紧接着把特制的辣椒油、蒜汁、萝卜干，还有那一勺滚烫的高汤顺着这个洞灌进去。这时候你得趁热吃，牙齿咬破脆皮的那一瞬间，里面的汤汁像小炸弹一样在嘴里爆开。先是辣，那是湖南朝天椒的霸道，紧接着是咸鲜，那是卤水发酵后的醇厚，最后是豆子的清香回甘。那一刻你脑子里根本想不到什么臭，只会觉得真香啊。这种闻着臭吃着香，外表粗糙内里秀气的特质，像极了长沙这座城市，也像极了湖南人。湖南人性格火爆，说话嗓门大，看着不好惹，就像这黑乎乎的臭豆腐。但只要你和他们打交道，就会发现他们骨子里那是相当的热情、细腻、讲义气。在长沙，没有一顿夜宵是能离得开臭豆腐的。这块黑豆腐已经在长沙人的油锅里翻滚了100多年，所以别被它那像煤渣一样的外表和馊臭的味道给骗了。只要你敢迈出那一步，屏住呼吸咬下去，你就能尝到最绚烂的烟火味。臭豆腐虽然黑，虽然臭，但好歹还是经过高温油炸的。而接下来我们要去挑战的第6名，那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它是一碗灰绿色的发酵过的原汤原汁的液体，它是皇城根下的生化试剂。第6名，北京豆汁儿。早几年旅游界还流传过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意思是去北京旅游不走一趟长城也太可惜了。而现在却流行起另外一句话，不喝豆汁非好汉。如果说前面的长沙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好歹有油炸的焦香撑场面，那这碗豆汁儿可就是赤裸裸的本色出演了。很多第一次来北京的朋友都被老北京的热情忽悠过，来北京哪能不喝豆汁儿啊？于是你满怀期待地端起那碗灰绿色的液体，凑近一闻，那一瞬间你可能会怀疑人生。那不是食物的味道，那是一股子酸腐气，混合着馊了的泔水味，甚至有人形容它像夏天捂了3天的抹布水。你要是硬着头皮喝上一口，那感觉更是酸爽，一股强烈的酸馊味瞬间炸开，比闻着还要猛烈10倍。那感觉就像是喝了一口温热的馊掉的洗脚水，酸中带涩，涩里还裹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腐烂味。你的喉咙会本能的收缩，胃里开始翻江倒海，一股生理性的恶心直冲天灵盖。99%的外地人喝完第一口反应都是一样的，五官拧成一团，当场就想喷出来。
其实这豆汁儿的出身说白了就是下脚料，它是做绿豆粉丝剩下的残渣。当年的穷苦百姓舍不得扔，就让它自然发酵。绿豆里的淀粉和蛋白质在发酵过程中分解，产生了乳酸和各种风味物质。虽然出身低微，但这东西清热解毒、去火养胃，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它就是穷人的保健品。而且喝豆汁儿有个讲究，绝对不能干喝，那得讲究个铁三角的搭配，左手端碗，右手得捏着个胶圈，这胶圈炸得酥脆金黄，往豆汁儿里一蘸，胶圈的油脂香瞬间中和了豆汁儿的酸腐气，豆汁儿的酸味又解了胶圈的油腻，再配上一碟切得细细的辣咸菜丝，喝完那叫一个通透舒坦。有人说豆汁儿是北京人的社交货币，你要是在豆汁儿摊上看见那种端起碗来吸溜吸溜喝得满脸陶醉，喝完还咂摸嘴说着味儿地道的，那绝对是皇城根下长大的老炮儿。你要是看见那种捏着鼻子喝一口像喝毒药一样还不停找水喝的，那肯定是刚到北京的游客。这种独特的口味其实也折射出北京人的性格。北京人不拘小节，但也有一种自得其乐的傲气。外地人说它臭也好，说它像泔水也罢，北京人不在乎，他们甚至会带着一种戏谑的眼神看着你被豆汁折磨，然后慢悠悠地说一句：您那是没喝惯，多喝几次您就知道了，这才是好东西。这就是豆汁儿，一碗让爱它的人视如珍宝，让恨它的人退避三舍的液体生化武器。不过话说回来，豆汁儿再怎么臭，也终究是粮食发酵的清臭，而排第5臭的食物可就没这么清新了，那是一种把蔬菜放到彻底腐烂的臭。第5名，浙江宁波臭冬瓜。来到中国江南水乡浙江宁波，你可能会想，在这么一个富庶的地方，总该吃点阳春白雪的东西了吧？错了，在这里咱们将要面对的第5名选手，他比豆汁儿的馊还要再恶心一个级别，那是一种超越了发酵直奔腐烂而去的味道，它就是宁波臭冬瓜。这臭冬瓜已经不是你熟悉的白色了，它变得半透明，像一块块颜色暗沉的琥珀，整个质地软塌塌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化成一滩烂泥。最要命的是那股味儿，它不像豆汁儿那样冲鼻子，而是一股阴魂不散的湿漉漉的腐烂味。那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夏天在乡下，一个熟透的瓜果掉在潮湿的泥地里，经过好几天的日晒雨淋，开始腐烂发霉时散发出的那种味道，甜中带馊，馊中带烂。你看着本地人吃得津津有味，心里直犯嘀咕，但又按捺不住那颗作死的好奇心。于是你颤抖着夹起一小块，那手感就像夹着一块死掉的水母，软烂又滑腻。你一闭眼一横心，把它送进嘴里，奇迹发生了。那块烂泥一样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你嚼，它碰到你的舌头瞬间就化开了，一股极致的咸鲜味像海啸一样淹没了你的整个口腔。那股腐烂的臭味在嘴里竟然转化成了一种类似陈年火腿的醇厚香味。你还没反应过来，那块冬瓜已经顺着喉咙滑下去了，只留下一嘴的鲜香。为什么宁波人会爱上这么一道看起来如此原始野蛮的菜呢？这得从宁波的地理位置说起。宁波靠海，夏天又湿又热，跟个大蒸笼似的，人不仅没胃口，还大量出汗。这时候一碗清淡的白泡饭，配上一块冰镇过的又咸又鲜又臭的臭冬瓜，那简直就是救命的神器。那臭味刺激着你麻木的食欲，咸味补充了你流失的盐分，冬瓜本身的凉性又帮你解了暑气。一口泡饭，一口臭冬瓜，一个宁波人就能舒舒服服地度过一整个炎热的夏天。所以在宁波人眼里，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消暑冰淇淋，是离家再远的游子在梦里都会想念的那一口家乡的烂泥。除了臭冬瓜，浙江还有一臭，它被称为浙江3臭的带头大哥，它的吃法更是匪夷所思。你得像吸骨髓一样把它管子里的浓汁给吸出来，它就是鲁迅故乡浙江绍兴的梅县菜梗。第4名，浙江绍兴梅县菜梗。浙江有3臭，除了前面说的臭冬瓜，还有和臭冬瓜差不多的臭菜心，但3臭里当之无愧的老大则是绍兴的梅县菜梗。梅县菜梗别说吃了，光是它的形态和吃法就足以让99%的外地人当场缴械投降。一盘蒸好的梅县菜梗端上来，那是一节一节碧绿色的，看起来像甘蔗一样粗壮的植物杆子，它的外壳硬邦邦的，像干枯的柴火。你正纳闷这玩意儿怎么吃的时候，一股浓烈到近乎凶残的臭气就先给你来了一个下马威。那是一种什么味道呢？它混合了臭豆腐的腐臭，公厕里经久不散的氨水味，甚至还有一丝丝变质奶酪的酸臭。这股味道的穿透力极强，能瞬间占领你的鼻腔，让你感觉像是被一颗臭味炸弹给击中了。就在你被熏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对面的绍兴本地人会微笑着夹起一根
递给你说尝尝看，这个最下饭，然后他会给你做个示范。只见他把那根硬邦邦的菜梗一头放进嘴里，眼睛一闭，腮帮子一用力，然后发出一声响亮的嗦，就像我们吸田螺或者吸骨头里的骨髓一样，他把菜梗管子里面的东西给吸进了嘴里。眉线菜梗里是一坨半透明的绿色粘稠液体，类似感冒时的大脓鼻涕或者咳嗽时的黄绿老痰。看到这一幕，绝大多数外地人的心理防线会当场崩溃。其实这玩意儿就是用长老了没人要的苋菜干子做的。在绍兴，苋菜嫩的时候是宝贝，可一旦长老了，纤维又老又硬，根本咬不动。但节俭的绍兴人舍不得扔。传说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战败后，老百姓穷的只能吃野菜，他们把这咬不动的老菜梗藏在瓦罐里，没想到过了几天，瓦罐里竟然飘出了奇特的味道。从此化腐朽为神奇的法门就被打开了。绍兴人把这老菜梗切成段，扔进坛子里，只加一点盐，让它在里面慢慢发霉腐烂。时间一长，那坚硬的外壳里的粗糙纤维就化成了一汪极臭、咸鲜于一体的绿色浓汁。当你鼓起此生最大的勇气，学着本地人的样子，把那包浓汁吸进嘴里时，你的味蕾会瞬间被咸中带鲜、鲜中带臭的感觉引爆，臭得你头皮发麻，也鲜得你浑身机灵。那一刻，你才能理解鲁迅笔下的水乡风情，才能明白为什么绍兴人会说3天不吃臭苋菜，两脚有点迈不开。到目前为止，我们挑战的还都是素菜。接下来我们得去安徽的黄山脚下，去见识一条在发酵边缘疯狂试探的死鱼，那就是排名第3的徽州臭鳜鱼。第3名，安徽徽州臭鳜鱼。素食发酵已经让人头皮发麻了，更加不用想象肉食发酵又会是怎样的生化武器了。很多外地游客去中国安徽黄山旅游，心心念念想尝尝著名的徽菜，当地人就会推荐臭鳜鱼。臭鳜鱼的味道不像螺蛳粉那么冲，也不像豆汁那么馊，它是一股子极其扎实的带着腥气的腐烂味儿，就像是你夏天在鱼菜市场的垃圾堆旁边闻到了一只死掉了1周又被雨水泡过的烂鱼，或者是你把几件湿透了的脏衣服塞进塑料袋里捂了1个礼拜，一打开瞬间冒出来的那种闷臭。当你看到上菜的师傅端着那盘冒着热气的鱼穿过走廊时，那股气浪简直是自带清场功能，外地人闻到了第一反应都是想退单，而安徽本地老乡一闻到这股味儿，眼神都亮了。其实这股让外地人想报警的臭味背后藏着一个关于生存和智慧的古老故事。200多年前，在长江边打鱼的鱼贩子想把珍贵的鳜鱼运到山里面的徽州去卖，那时候可没有冷链运输，冰块甚至都是稀罕物，从长江边到徽州山区挑担子走山路得走上7、8天。为了不让鱼烂在半路上，聪明的鱼贩子想了个招，他在木桶里码1层鱼，撒1层淡盐水，然后一边走一边翻动。等到了徽州，这鱼的表皮已经散发出一种让人退避三舍的异味，也就是咱们说的臭了。可没想到徽州人顺水推舟，把这臭鱼洗干净，配上红辣椒、姜片一红烧，那味道竟然出奇的鲜美。鱼肉里的蛋白质在轻微发酵后，肉的质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臭鳜鱼的鱼肉不是烂乎乎的，它像蒜瓣一样一层一层自然散开，不仅颜色洁白，入口还极其紧实弹牙，那种口感完全不像是一条死了很久的鱼，反而比活鱼还要鲜嫩爽口。这就是徽菜里最绝的腌鲜，闻着是地狱般的臭，吃着却是天堂般的鲜。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像极了徽商的性格。在徽州这片土地上，山多地少，生存环境极其艰苦，老辈子的徽州人就是靠着这种1分钱掰成2瓣花的节俭和这种把废料变宝贝的智慧，才在全国闯出了名头。对于他们来说，这鱼不仅是美味，更是祖辈在艰难岁月中跟大自然、跟时间博弈留下来的勋章。所以在安徽，你可以拒绝任何一道菜，但你绝对无法拒绝一盘热气腾腾的臭鳜鱼。吃完鱼，再拿那个浓郁的汤汁拌上1碗白米饭，那滋味真的是拿金子都不换。不过，虽然臭鳜鱼的死鱼味杀伤力惊人，但它好歹还是一条正经的鱼，是在人类食谱范围内的。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排名第2的选手，将彻底颠覆你对食材这2个字的认知。它不来自田间地头，而是来自牛的胃里。第2名，贵州牛瘪火锅。在中国黔东南大山有一道美食，食材用的就是牛胃里的胃消化物。这道菜在江湖上有一个响当当，也让人闻风丧胆的绰号，叫牛粪火锅。没错，这就是贵州牛瘪火锅。那不是泔水馊了的味道，也不是腐烂的味道，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温热的牛棚味。那感觉就像是你大夏天钻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牛圈，
脚底下踩着发酵了一半的干草和牛粪，空气里弥漫着牲口身上那种特殊的骚气和暖烘烘的肠胃气。很多外地游客第一次闻到这味儿，那真是不开玩笑，扭头就跑的算你腿快，跑不掉的当场就得对着马路牙子干呕。其实他还真不是用牛的粪便做汤，在杀牛之前，苗家人会给牛喂上最好的青草和各种中草药，等牛吃饱了，还没来得及完全消化，就把它胃里和小肠里那些半消化的草料取出来。老师傅们会用手用力挤压，把那绿色的汁液一滴不剩的挤进盆里，那一盆绿的发黑黏糊糊，还带着牛体温的液体，就是这顿火锅的灵魂底料。在黔东南的苗族和侗族兄弟眼里，这可是拿金子都不换的百草汤。他们会告诉你，牛是神圣的，它吃的是百草，身体里全是草药精华，而这胃里一半消化的东西，才是整头牛身上最金贵的药引子。等锅烧热，倒进这绿色的牛瘪，再加上胆汁、花椒、生姜，还有当地特有的香料，锅一开，那股牛棚味会瞬间膨胀，弥漫在整个寨子上空。你看着那一锅绿油油、冒着诡异气泡的汤底，再看看本地人把鲜嫩的牛肉往里一涮，吃的那叫一个大汗淋漓。这时候你如果不吃，那就是不给主家面子。牛瘪汤第一感觉是苦，那种苦味像蛇一样顺着你的舌尖一直钻到嗓子眼。但神奇的是，苦过之后竟然有一股清凉的回甘，还带着淡淡的药草香。如果你能挺过心理上那一关，你会发现这汤喝下去之后，胃里暖烘烘的，整个人都通透了。在贵州大山里，这不仅是美食，更是先民们的生存智慧。这里山高林密，湿气重，老百姓容易肠胃不适。他们发现这经过牛胃发酵的百草汤能消积食、去湿气。每逢家里来了最尊贵的客人，或者是过年过节、斗牛比赛，苗家人都会杀牛取瘪，这代表的是最高级别的待客礼仪。他们觉得把牛身上最精华的东西分享给你，才是把你当成了真正的兄弟。所以这锅绿色生化和蛋里装的不仅是让外地人退避三舍的重口味，更是大山里那种原始狂野又赤诚的人情味儿。不过虽然牛瘪火锅已经挑战了人类的心理极限，但它依然只能屈居第二，因为最后登场的这位冠军已经超出了食材的范畴，它是一坛几代人留下的剩饭剩菜。打开坛子能让整栋楼的邻居连夜撤离的终极生化武器，是中国最臭食物的无冕之王。第一名，贵州雷山安汤。在贵州雷山的苗寨深处，几乎家家户户的灶台角落里都供奉着一个不起眼的黑陶坛子，这个坛子就是他们家族最隐秘的圣物。这是一坛高级泔水，他们叫做安汤。它的制作方法很简单，甚至都不像是在做菜。苗家阿妈会把吃剩下的糯米饭在锅里干炒一下，炒出一种特殊的焦香味，然后和烫过的青菜一起扔进那个从来不洗、从来不空的坛子里。整个过程中很是随意，而重点来了，这个坛子里的安汤是永远不能倒完的，这就叫安汤饺，也就是母汤。每当你舀出一碗汤去煮菜，就得往里再添一份新菜新水。它像一个贪婪的怪兽，不断吞噬着新鲜的米饭和蔬菜，然后在黑暗中利用无数代的微生物菌群，把这些淀粉和纤维疯狂分解。当苗家大妈从灶台角落里搬出那个黑乎乎泛着油光的陶罐，掀开水封盖的那一秒，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掉进了100年没清理过的公共厕所化粪池，或者是家里那根埋在地下几十年的下水道管子突然崩裂了。那种味道混合了极度发酵的酸、剩肉腐烂的腥，还有一种直冲天灵盖的馊味。哪怕你是个硬汉，闻到这股味，眼泪都能当场熏出来，胃里的翻江倒海根本控制不住。你的脑子里只会在想，这才是真正的生化武器吧。在村子里打开，仿佛整村都能闻到；如果在城市的家里打开，恐怕这栋楼的人都要撤离了。这时候，如果你敢伸头往罐子里看一眼，那画面更带劲儿。罐子里是浑浊不堪、颜色发暗的液体，里面沉淀着已经看不出原样的青菜和米渣。苗家阿妈会笑眯眯地告诉你，这可是咱家的命根子，这一罐安汤饺已经传了30多年了。好家伙，这甚至都不是泔水了，还是放坏过期的泔水。那当地人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呢？雷山苗寨地处深山，在过去交通极度不便，老百姓过日子极其艰苦。在那没有冰箱、缺盐少肉的年代，任何一点食物的浪费都是对生命的亵渎。聪明的苗族先民想出了一个法子，把吃剩下的青菜、喝不完的糯米粥，甚至是一点肉汤，全都收集起来，倒进这个陶罐里，加上一点盐，封上水，让时间去发酵，这就形成了安汤母子，也叫老汤底。就这样，一罐汤能传几代人，它需要人去养、去喂，一代传一代。
甚至家里这口汤比他家老人的岁数都大。这罐汤里不仅仅有发酵的微生物，更有一家几代人吃喝拉撒的生活痕迹。在当地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宁舍10顿肉，不舍1安汤。外地人听了可能觉得荒谬，但你试着想一下，在那个连盐都吃不上的年代，这罐极度酸腐的汤就是他们唯一的调味品，是他们补充体力、开胃助消化的万能灵药。甚至孩子不爱吃饭了，喝一口安汤立马就能精神百振。等着汤底进了锅，煮开了，神奇的一幕又发生了。刚才那种让人想报警的恶臭，在烈火的熬煮下，竟然奇迹般的转化成了一种厚重醇香的微酸。你往里烫点牛肉，或者煮点野山菜，原本平淡的食材瞬间就被注入了灵魂。那一口下去，酸的通透，咸的霸道，鲜的你舌头都要化了。你会发现，刚才那股所谓的臭，其实是蛋白质高度水解后的那种极致的鲜美。它就像是岁月的浓缩，把大山里的苦日子全都酿成了一碗让人欲罢不能的浓汤。这就是雷山安汤，它不仅挑战了你的嗅觉，更告诉你人类为了活下去，到底能迸发出多大的智慧。从广西的螺蛳粉到贵州的安汤，这一路走来，咱们似乎闻遍了这世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味道。但回头想想，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臭，其实只是味觉的另一种表达。在冰箱和冷链还没普及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就是靠着这些发酵的方法，把大自然的馈赠留存了下来。这些臭食物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是猎奇的挑战，甚至是生理的灾难，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那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那是他们在离家千里的时候，闻一闻就会流泪的味道。那是他们在白发苍苍的时候，还能想起奶奶灶头那个老瓦罐的味道。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臭，只有还没被读懂的乡情。这8种奇臭美食，你吃过哪一种呢？或者你家乡还有什么更狠的角色，是榜单没列进去的？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咱们一起聊聊。最后别忘了点个赞，点个订阅，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让他们也跟着一起酸爽一下。本期眼见中国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